如果你自己的价值一定要在对方身上才看得到的话，是你会一辈子做一个吹捧对方、服务对方的人。邀请伴侣来吵架，平常在家里面吵架的话，就是谁比较大声或者谁比较狠的话，好像会占上风。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尚老师。今天特别来宾是 Vincent。Hello， 大家好，我是徐维婷，諮商心理师。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我们的 Vincent 心理师又回来了。嗨，本节目不但照顾同志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哟。上次来的时候，他还在医院服务。对，他现在已经可以在诊所里面看到他了。是的，要不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诊所在哪里？好啊，我现在在服务的地方有抱抱新生医学诊所，有在士林中山站，还有大安站的特殊情绪，还有博爱路的拥抱心理咨商所，都可以见到我。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找心理医生？今天就请Vincent来跟我们聊一下说，你看了一些同志的案例，是特别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跟我们观众分享的？最近呢，就是听到蛮多人被断崖式分手。什么叫断崖式分手？都突然没理由分手，对方不见了，对方突然不见了，或者简讯分手，或是突然就没有感觉了这样子，然后你就一头雾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人因为这样的问题来找你？有的。好，那你怎么建议他们改善他们的心理状况呢？其实他们来的时候会非常的低落，因为常常会怀疑自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自己有做错了些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对方才离开。那我们当然是先做情绪的安抚，就是先同理他的情绪，这个失落，再慢慢去探索说，可能不是你做了什么，还是没有做什么，而是对方就选择了要分手。那这个是我们不可以控制的地方。对呀，不要碰到一个渣男，你要再怎么自责自己也没有用啊。可是你没有办法在诊所里面跟他说，你就碰到一个是渣男，没有办法。对，所以一定要先做情绪的同理，先做关系的建立之后，我们讲的话他才会听得进去。他不会不知道是渣男，或他不会不知道其实为什么对方离开，只是那个心里头过不去。好像是说，如果我再多做点什么，我做得更好，可不可以留下对方？不要这样想，这样我自己认为这样一直内耗，会自己让自己更难过，走不出来。是，那如果今天因为我做得够好，对方喜欢我，那你怎么可以保证说你一直都够好，或者是你怎么可以保证说，永远都维持着是这样？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别人是别人，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会变。那你要一直维持着够好，一直在讨好的话，是不是会非常的辛苦呢？徐医生，我个人认为辛苦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价值一定要在对方身上才看得到的话，你会一辈子做一个吹捧对方、服务对方的人。我个人认为是我在结婚多年后，我发现，我自己很独立，自己很安全，就是我老公只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用把全部的生活都放在他身上，我好过太多，我快乐太多，我们两个的关系也健康太多了。是，但大家好像会常常想说，这样是不是就不负责任？对，这不很自私？对，或是这样还有关系的存在吗？我们还是一个婚姻的关系吗？还是一定要甜甜蜜蜜、很黏很黏才可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黏很甜蜜啊，可是就个人有个人的空间跟个人的生活，就不会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这么的辛苦，这么痛苦。对啊，两个人很纠缠的时候，我要一直为对方的感受去负责任的时候，好像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不过讲到这里，就说其实徐医生可以帮助各位在感情上碰到任何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个例子。其实真的感情走不下去，有忧郁的状况的话，是可以找心理医生辅导跟帮助你的。没有错，有些老师提到很好，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症状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先来求助身心科或精神科的医师，我们来做一个评估，好好的去评估一下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辅助。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安定下来，比较好睡好吃，心情变好的时候，我们再来咨商，好好的聊一聊我们更深层的议题。因为感情中常常打出来的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或是一些依附形态的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好好来探索，还有包括把我们自己自我价值给稳定下来，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他人的牵动。那另外，其实同婚合法已经这么多年了嘛，我相信你也在做所谓的伴侣咨商，对不对？就一对他们结婚以后，同志他们可能生活上有些问题，你要不要举个例子给我们大家听一下？是，譬如说啊，如果两个人都有带着一些议题进来的话，因为一些瘾的关系来吵架，戒瘾，两个人都有戒瘾问题。maybe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啦，譬如说这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这样，这个人心情不好就去这样，那回来就吵架，那搞得两个人都乌烟瘴气，所以因为这样子。
可以来做一个伴侣咨商。那你刚刚举的例子，两个人都有瘾的问题来找你咨商的话，其实面对应该是他们感情问题，而不是个别的戒瘾问题吧？是，应该说带着戒瘾的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先讨论说，到底在关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个人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麻痹自己，或是去 distract。就是逃避自己，所以其实回到问题，关系中的问题是，到底沟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是我说不出口的？我压抑了什么？然后我想要什么？我期待什么是没有被达到的？例如说，一方被骂的时候，另外一方一定就不开心嘛。那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怎么样去陪伴自己那个不开心的感觉？还是说我直接去就是使用了一些药物或者是酒来麻痹自己？那当然是很快。可是核心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其实伴侣一起来找你的时候，你有很多练习可以帮他们两个人互相建立他们的情感，慢慢来。像我跟我老公去做伴侣咨商的时候，就他会让我们两个把希望对方帮自己做什么事情，把它写下来。最后还发现说，原来我老公喜欢多一点的什么身体抚触啊什么，然后我的单上也有。所以那个咨商师就说，你看你们两个都有共同需求，你们该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他说，原来是这样，就是。在家里面，你们要讲这个问题很难开口，很难欸，真的。我觉得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就是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或是他有一些癖好或者是喜好，我是不知道的。可是这东西被讲出来、被开放了之后，其实就打开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的亲密。他们真的有很多专业的方法，有些小游戏啦，都可以引导大家对两个人的之间关系有所改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出彼此有点像真心话大冒险这样子。我到底喜欢什么？例如说我有什么 kink， 我有什么一些嗜好癖好，会让我舒服的。我觉得我自己在比较面对自己的性欲情感之后，我会发现说，原来这样会让我舒服，那样会让我舒服。我告诉对方怎么样让我舒服，其实我快乐，他也快乐。我跟我老公在做伴侣咨商的时候，其实我蛮紧张，因为两个都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过得好，所以我们咨商师说。你觉得我们两个有救吗？我蛮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的。然后我的咨商师跟我说：“你们两个很有救啊，你们两个是很有效的沟通，还愿意来，对不对？”对。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一般没有救的是怎样？就不来了？不是，他们就来我面前大吵架，就是他们在家也不就是他来我面前吵架，要我当调停者。这样子比较难，这很困难，这很困难。但我的确是会在咨商中邀请伴侣来吵架。因为有些话其实平常在生活中是讲不出来的，那他们很害怕，如果我在平常生活中一讲，对方会不会生气，或就分手，或关系的断裂？这样也好说，因为平常在家里面吵架的话，就是谁比较大声或谁比较狠的话，可能会占上风。可是有一个咨商师在旁边，对你就会稍微觉得安心一点，因为无论我们吵什么，就是离开这边那个事情就会被解决，或者是说不管吵什么，都有办法在这里收个尾。然后知道我们是为对方好的，一起前进。有没有人因为在工作中碰到问题来找你的？有啊，非常的多。因为我有承接一些员工支持方案，我们叫 EAP 的服务。那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会提供员工免费的咨商的次数。这么好，是不是？要多大的公司啊？这其实也不一定啦，中小企业有慢慢关于职灾啊，关于职场不法侵害这一块开始有 provide 这样子的服务就像我们像看健保卡，他们公司有提供额外的医疗服务，就可以看咨商师。好去找工作的时候找一下这种公司可能比较好。真的好。那请问来看你的个案是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譬如说被主管骂是不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废话啦。对啊，譬如说个案就会说，我丢一个我盛了一个东西上去。也许有一个小小的错，然后主管就说：“你都来几年了，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还会错？”我的个人就好难过，好难过哦。你会不会难过？我个人还好，因为我老板觉得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他偶尔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可能有情绪发泄，就很 personal 的东西，对不对？对。那我们常说不要太把它放到自己身上。对啊，就这样我看来就是玻璃心的，碰到玻璃心也没办法。可是他真的很难过啊，他来了，那我们当然是也是先承接他的情绪，先同理他难过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就要帮助他去分离这个课题，也就是说，也许这个主管就是这个样子，他讲话就是这么叽歪，对不对？叽歪，对，可以吗？叽歪是专业的词，不好意思。对，大家可能讲话就这样。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主管是对每个人都这样，还是只对你这样？”一定是对每个人都这样。是不是？当你把它普通话之后，
他就没那么不舒服，也是因为他没有针对你。那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么不舒服？是不是有可能勾动到我的一些自卑的感觉？有可能，或家里面只能这样对他，家里面关系里头，我可能都没有得到认可，或者是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有信心，我不想去承认我自己会犯错。对耶，因为同一句话说在 A 身上跟说在 B 身上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对，因为他们的背景怎么可能都不太一样？请问一下，像这样子的疗程，大概被老板骂一句话，觉得心情不好，要几次才能够得到稍微的平缓？我觉得如果单一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一次内做一些整理跟整合，或者去探索。但如果是不同的议题，我就会推荐每一个议题都至少给他一次的 session 去处理它。所以看他的议题到底有多少，你可以大概说你可能要来看我几次。所以跟看医生一样，有些病看一次就好了，有些病可能要看个3、5次。没错，没有错。所以第一次来找医生咨询一下，然后他帮你看一下你的状况，做个 intake， 我们会好好的评估你的状况，包括你的忧郁啊、焦虑啊等等的指数，我们再来看看，你有几个议题，我来帮你安排这个疗程。我希望今天节目内容只是一个开始就是各位如果发现身心状况有问题的话，无论去找精神科、咨商师什么，也许可以帮助各位。我希望各位不但保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也很重要。没有错，就是踏出来求助，一定有办法。不要觉得自己有问题才过来，健康的时候也欢迎过来做一些自我的探索。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留言，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现在老师要跟 Vincent 玩一个游戏咯。老师疯了，老师你怎么了？医生，我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啊，他一直跟我要钱。可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爱我，还是他喜欢钱。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你要叫他来给你看一下吗？欢迎他过来，没有问题。那你还好吗？你还好吗？我蛮好，就是没钱。那你们怎么可以走下去？跟我爸妈要。那也不错啊。我很紧张，最近我爸妈一直跟我说，就是问我是不是 gay， 可是我不想他们可能会把我赶出去，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对，怎么慢慢来法？如果出柜有危险的话，或者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我们就慢出柜怎么慢出法？我们先把自己照顾好。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适合的时候，或者是带他们来到诊间，我们可以好好的谈。可以带我爸爸妈妈一起来找你？当然可以呀。太好了。医生，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怎么了？怎么了？去检查，然后医生说我可能有 HIV。我怎么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有 U 等于 U，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只要好好的治疗，好好的服药，病毒量测不到，就没有办法传染。太好了，谢谢医生告诉我。不要担心。同志的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馆长，拜拜。我还有一点非常的，我要想讲一个东西，我忘记了讲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跳掉之后给他解，躺在那边就好。没有，很辛苦，要一直服务别人。对，嘴巴很酸。好，还好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是喜欢做这件事情。